本视频时长约48分钟，带你认识巨石阵的研究与探索。巨石阵作为欧洲史前巨石文化的核心遗存，坐落于英国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与埃夫伯里石圈及周边相关遗址共同构成了巨石阵。埃夫伯里和相关遗址世界遗产地。作为天文地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史前遗迹，巨石阵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宏大的实质建筑规模，更在于其建筑布局与天文现象、地理环境的精准关联，以及背后所承载的史前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与利用能力。自17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等多领域学者对巨石阵展开了持续数百年的研究，从最初的形制描述、年代推测，到现代借助激光雷达、地球化学分析、同位素检测等技术的深度探索，巨石阵的诸多谜团逐步被揭开，但关于其建造目的、运输方式、天文功能的细节解读仍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基于现有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研究成果，从天文地理学视角出发，结合地质溯源、考古分期、文化语境等维度，对巨石阵的地理选址、建造历程、巨石来源、天文对其特征、文化内涵及研究争议进行系统且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以专业视角还原这一史前文明奇迹的真实面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需要明确的是，本文聚焦于巨石阵本身的学术研究与详细介绍，不涉及任何出游攻略类内容。所有观点均基于权威考古报告与科学研究成果，杜绝主观臆断与虚假信息，同时严格规避各类违规限流词汇，确保内容的专业性、真实性与可读性。巨石阵的地理选址与自然环境适配性，从天文地理学视角来看，巨石阵的选址并非偶然，而是史前人类充分考量地理环境、天文观测条件、资源获取便利性等多重因素后的理性选择。其选址特征充分体现了史前人类对自然地理与宇宙规律的深刻认知。索尔兹伯里平原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均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年均降水量约800毫米。这种气候条件既避免了极端天气对实质建筑的侵蚀，也为史前人类的长期劳作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基础。从地形地貌来看，巨石阵所在区域为平原缓丘地带，地势平坦开阔，海拔约100米，周边无高大山脉遮挡。这种地形特征为天文观测提供了绝佳的视野条件，能够清晰捕捉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轨迹，这也是巨石阵能够实现精准天文对齐的重要地理前提。同时，平原地带的土壤以沙质壤土为主，质地疏松，便于挖掘基坑、固定巨石，且周边有埃文河等水系分布，距离巨石阵约3公里。水系不仅为建造过程中的人员提供了饮用水源，也为巨石的运输提供了潜在的水路通道，这一点在后续的巨石运输分析中将进一步展开。从地理资源分布来看，索尔兹伯里平原周边的地质条件为巨石阵的建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平原北部的马尔伯勒丘陵盛产萨尔森石，这种硅质砂岩质地坚硬、耐风化，是巨石阵外环与三石塔的主要建筑材料。其产地距离巨石阵约25公里，地理距离适中，为巨石的搬运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而巨石阵内环的蓝砂岩虽并非本地出产，但其来源地威尔士普雷塞利山与索尔兹伯里平原之间有河流、山谷等地理通道相连，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可能。此外，索尔兹伯里平原周边在史前时期分布着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建造过程中所需的木材如滚木、支架、绳索原料提供了充足供应，而周边的粘土资源则为陶器制作、基坑加固等提供了支撑。从宏观地理格局来看，巨石阵位于不列颠岛的几何中心附近，是史前时期不同部落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其选址既便于不同部落的人员聚集、协同劳作，也体现了史前人类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与利用能力。这种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巨石阵不仅成为一座天文观测遗址，更成为史前不列颠地区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
巨石阵的选址还与当地的地下地质结构密切相关。通过现代地质勘探发现，巨石阵所在区域的地下存在一层坚硬的白垩岩层，这种岩层能够为巨石的基础提供稳固的支撑，避免巨石因长期承重而发生沉降或倾斜。史前人类虽然没有现代的地质勘探技术，但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逐步掌握了不同区域土壤与岩层的特性，最终选择了这一地质条件优越的区域建造巨石阵。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史前人类的地理认知水平。此外，索尔兹伯里平原周边分布着大量的史前墓葬、祭祀遗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史前文化遗址群。巨石阵的选址与这些遗址群形成了有机的地理关联，进一步印证了其作为史前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史前人类对地理空间与文化布局的整体规划能力。巨石阵的考古分期与建造历程。巨石阵的建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了近1500年的漫长过程。根据考古测年与地层分析，可将其建造历程分为5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的建筑形制、功能定位均有所不同，反映了史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天文认知水平与文化观念的逐步发展。结合碳14测年、树木年轮测年等现代考古技术，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建造分期如下：各阶段的年代划分与建筑特征均基于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的考古报告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权威性。第一阶段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900年，为巨石阵的雏形阶段，也称为早期土圈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建筑遗存为一个直径约100米的圆形土圈，土圈由环形壕沟与内侧的土堤组成，壕沟深度约 1.5 米，宽度约6米，土堤由挖掘壕沟产生的土石堆积而成，高度约1米。在壕沟的内侧边缘，考古学家发现了56个均匀分布的坑洞，这些坑洞被称为奥布里洞，以17世纪考古学家约翰·奥布里的名字命名。每个坑洞的直径约1米，深度约 0.8 米，坑洞内残留有少量的骨灰、动物骨骼与陶器碎片。根据考古分析，这些坑洞最初可能用于树立木材或小型石材，形成一个环形的围栏结构，而人类骨灰的发现则表明，这一阶段的巨石阵可能已具备丧葬祭祀的功能。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壕沟底部，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主要为猪、牛等家畜骨骼。结合碳14测年，这些动物骨骼的年代与壕沟的建造年代一致，推测为建造过程中祭祀活动的遗存，反映了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与祭祀习俗。这一阶段的建造工作主要由当地的新石器时代农耕部落完成，所使用的工具主要为石斧、石铲等石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建筑规模较小，以土构建筑为主，尚未出现大型巨石的搬运与树立。第二阶段约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为巨石阵的发展阶段，也称为结构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变化是在早期土圈的基础上增加了多个结构，同时对奥布里洞进行了改造与利用。考古学家通过激光雷达探测发现，在土圈的内侧曾竖立着2圈 timber 柱，内圈 timber 柱的直径约 0.5 米，间距约3米，外圈 timber 柱的直径约 0.8 米，间距约5米。这些 timber 柱可能用于搭建屋顶或形成环形的祭祀空间。此外，在土圈的中心区域还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 timber 结构，推测为祭祀活动的核心区域，可能用于摆放祭品或举行宗教仪式。这一阶段，奥布里洞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部分坑洞被填埋，填埋物中发现了更多的人类骨灰与陶器碎片，表明丧葬祭祀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时，这一阶段的考古遗存中出现了来自威尔士地区的蓝砂岩碎片，推测蓝砂岩可能在这一阶段开始被运输至索尔兹伯里平原，但尚未被正式树立，可能处于储存或初步加工阶段。这一阶段的建造工作反映了史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所提升，能够组织大规模的人员进行 timber 加工与搬运，同时也表明巨石阵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丧葬祭祀逐步向天文观测与宗教活动结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约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400年，为巨石阵的核心建造阶段，也是巨石搬运与树立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形成了巨石阵的主体结构。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的是搬运并树立来自马尔伯勒丘陵的萨尔森石与来自威尔士普雷塞利山的蓝砂岩，构建起巨石阵的外环与内环结构。其中，萨尔森石的搬运与树立是这一阶段的核心工程。萨尔森石质地坚硬，单块重量可达25至50吨，最大的一块重达40吨，高度约8米。这些巨石从25公里外的马尔伯勒丘陵被搬运至索尔兹伯里平原，再被精准树立起来，形成了一个直径约30米的外环。外环由30块直立的萨尔森石组成，每块巨石之间的间距约 3.5 米。部分巨石的顶部还被打磨平整，用于搭建横梁，形成了完整的环形石圈。横梁与直立巨石之间采用了榫卯结构连接，即在直立巨石的顶部开凿凹槽，横梁的两端制作成凸起，将横梁精准嵌入凹槽中。这种连接方式无需任何粘合剂，却能保证结构的稳固性，体现了史前人类高超的建筑技艺。在萨尔森石外环构建完成后，史前人类开始搬运并树立蓝砂岩，形成巨石阵的内环结构。蓝砂岩的单块重量约4吨，虽然重量远小于萨尔森石，但来源地距离巨石阵约280公里，最远可达400公里，其搬运难度不亚于萨尔森石。这一阶段，蓝砂岩被树立成2圈，内圈为一个圆形，外圈为一个椭圆形，共计80余块，分布在萨尔森石外环的内侧。此外，在蓝砂岩内环的中心区域，还树立着一块巨大的祭坛石。这块石头长约5米，宽约 1.5 米，重量约6吨。后续研究表明，其来源地并非威尔士普雷塞利山，而是苏格兰东北部的奥卡汀盆地。距离巨石阵约750公里，是巨石阵中来源地最远的一块巨石。这一阶段的建造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协同。根据考古学家的估算，仅搬运一块50吨重的萨尔森石，就需要约130人协同发力，而整个核心阶段的建造工作可能需要数千人持续劳作数十年。这表明，史前不列颠地区已形成了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社会结构，能够协调不同部落的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同时，这一阶段的建筑布局已开始体现出明显的天文对齐特征，为后续天文功能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第4阶段约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200年，为巨石阵的改造与完善阶段。这一阶段，史前人类对已有的巨石结构进行了调整与改造，主要包括蓝砂岩的重新排列与萨尔森石结构的优化。考古发现，这一阶段原本呈2圈分布的蓝砂岩被重新排列，形成了一个圆形与一个内椭圆形的结构。同时，部分蓝砂岩被移除或替换，使得内环的布局更加规整。此外，萨尔森石外环的横梁被进一步完善，部分缺失的横梁被补充，榫卯连接更加紧密，确保了环形石圈的稳固性。这一阶段，巨石阵的天文对齐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通过调整蓝砂岩与萨尔森石的位置，使得巨石阵的主轴线与夏至日出、冬至日落的方位精准对齐。同时，4战石的树立进一步完善了天文观测功能。此外，这一阶段的考古遗存中出现了大量的烧杯文化的陶器与器物。烧杯文化是公元前2400年左右从欧洲大陆传入不列颠岛的一种史前文化，以其独特的烧杯形陶器为标志。这表明巨石阵的建造与发展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史前不列颠地区与欧洲大陆的文化交流。第5阶段约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600年，为巨石阵的衰落与废弃阶段。这一阶段，巨石阵的建造活动逐渐停止，部分巨石被推倒、移除或因自然侵蚀而受损。考古发现，部分蓝砂岩被搬运至周边地区，用于建造其他小型祭祀遗址，而部分萨尔森石的横梁也出现了断裂、脱落的现象。这一阶段的遗存中，人类活动的痕迹明显减少，
仅发现少量的陶器碎片与动物骨骼，表明巨石阵的宗教祭祀与天文观测功能逐渐衰退。关于巨石阵衰落的原因，目前学界存在多种推测。部分学者认为，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金属工具的出现使得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也随之改变，巨石阵的地位逐渐下降。也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索尔兹伯里平原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粮食产量下降，人口减少，无法再维持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与遗址维护。还有学者认为，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当地的文化传统被打破，巨石阵的功能被新的祭祀场所所替代。无论原因如何，这一阶段之后，巨石阵逐渐被废弃，成为一片沉睡的史前遗迹，直到数千年后被重新发现与研究。巨石阵的巨石来源与运输技术探析。巨石阵的建造之所以被称为史前奇迹，不仅在于其宏大的规模与精准的天文对齐，更在于其巨石的来源与运输技术。史前人类在没有现代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将数百吨重的巨石从数百公里外搬运至索尔兹伯里平原，并精准竖立、拼接。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智慧与能力，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结合地质溯源、考古发现与工程力学分析，目前学界对巨石阵的巨石来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结论，而运输技术的推测则基于考古遗存与模拟实验，逐步接近历史真相。巨石阵的巨石主要分为两类，萨尔森石与蓝砂岩，此外还有少量的其他石材如祭坛石。不同类型的巨石来源地不同，运输方式也存在差异。首先是萨尔森石，作为巨石阵外环与三石塔的主要材料，萨尔森石的来源地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直到2020年，纳什等人通过地球化学分析技术，才最终确定其主要来源地为马尔伯勒丘陵的西伍兹，距离巨石阵约25公里。萨尔森石是一种硅质砂岩，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质地坚硬，结构致密，耐风化，抗侵蚀，非常适合作为大型建筑材料。通过 X 射线荧光光谱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等现代地球化学技术，研究人员对巨石阵的52块萨尔森石进行了成分分析，发现其中50块的地球化学特征与西伍兹的萨尔森石完全匹配，仅有2块石头的成分存在差异，推测可能来自马尔伯勒丘陵的其他区域。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萨尔森石来源的争议，也为运输技术的推测提供了重要依据。萨尔森石的运输距离约25公里，虽然距离相对较近，但单块重量可达25至50吨，其运输难度依然巨大。结合考古遗存与模拟实验，学界普遍认为，史前人类采用了滚木运输法与斜坡吊装法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萨尔森石的搬运与竖立。具体来说，在运输过程中，史前人类首先在马尔伯勒丘陵的采石场，通过木楔膨胀法开采萨尔森石，将木楔插入岩石的缝隙中，然后浇灌温水，利用木材膨胀的力量将巨石从岩壁上分离。这种开采方法无需复杂的工具，却能有效利用材料的物理特性，体现了史前人类的智慧。开采完成后，将巨石放置在由多根粗壮原木组成的木锹上，木锹的底部涂抹兽皮与油脂，以减少摩擦力，然后由数百人协同牵引绳索，将木锹沿着平整的路面缓慢移动。考古学家在马尔伯勒丘陵与巨石阵之间的道路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原木残片与绳索痕迹，印证了这种运输方式的可行性。此外，史前人类还利用了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形坡度，在运输路线上修建了简易的斜坡，利用重力辅助巨石的移动，减少人力消耗。与萨尔森石相比，蓝砂岩的运输难度更大，其来源地为威尔士普雷塞利山，距离巨石阵约280公里，部分蓝砂岩的来源地甚至更远，达到400公里。蓝砂岩的单块重量约4吨，虽然重量远小于萨尔森石，但远距离运输依然需要高超的技术与严密的组织。关于蓝砂岩的运输路线，目前学界存在2种主要观点：水路运输与陆路运输相结合的方式，
以及纯陆路运输方式。支持水路运输观点的学者认为，史前人类首先将蓝砂岩从普雷塞利山开采出来，搬运至附近的河流如太妃河，然后利用木筏将巨石顺流而下，运至布里斯托尔湾，再沿着埃文河逆流而上，运至距离巨石阵最近的码头，最后通过陆路运输至建造现场。这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在于，水路运输的摩擦力远小于陆路运输，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而埃文河与巨石阵的距离仅3公里，陆路运输的难度相对较小。考古学家在埃文河的沿岸发现了大量的石质轨道遗迹与木筏残片，轨道凹槽中嵌有直径约70毫米的石球，类似原始的滚珠轴承，推测用于陆路运输的最后阶段，减少木橇与地面的摩擦力。这一发现为水路与陆路结合的运输方式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持纯陆路运输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史前人类通过修建简易的石质轨道与土路，将蓝砂岩从普雷塞利山直接搬运至索尔兹伯里平原。运输过程中同样采用滚木与木橇，利用多部落协同发力，逐步推进。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在普雷塞利山与巨石阵之间的陆路路线上，发现了多处采石遗迹与运输痕迹，且部分区域的地形相对平坦，便于大规模的陆路运输。无论采用哪种运输方式，蓝砂岩的远距离运输都需要数千人协同劳作，涉及多个部落的配合。这表明史前不列颠地区已形成了广泛的部落联盟，具备了协调大规模人力、物力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史前人类对地理路线的精准认知与利用能力。除了萨尔森石与蓝砂岩，巨石阵的祭坛石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2024年，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地质学家安东尼·克拉克团队通过精密的矿物分析技术，发现祭坛石的来源地并非威尔士普雷塞利山，而是苏格兰东北部的奥卡汀盆地，距离巨石阵约750公里，最远可达1000公里，是巨石阵中来源地最远的一块巨石。祭坛石是一种老红砂岩，长约5米，宽约 1.5 米，重量约6吨。其表面的矿物成分如锆石、磷灰石、金红石与奥卡汀盆地的老红砂岩完全匹配，且通过铀铅测年法确定其形成年代约为5亿至30亿年，与奥卡汀盆地的地质年代一致。关于祭坛石的运输方式，目前学界推测可能采用海路运输。史前人类将祭坛石从苏格兰东北部搬运至海边，然后利用木筏或早期船只沿着大西洋海岸南下，运至布里斯托尔湾，再通过埃文河运至巨石阵现场。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当时的史前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航海能力，且大西洋海岸的路线能够避开复杂的内陆地形，减少运输难度。祭坛石的远距离运输进一步印证了史前人类的运输技术与地理认知水平，也表明巨石阵的建造可能涉及整个不列颠岛的部落协同，其文化影响力覆盖范围广泛。需要强调的是，巨石的运输与树立不仅需要技术支持，还需要充足的粮食供应与工具保障。考古学家在巨石阵周边发现了大量的谷物储存教学、动物骨骼堆积与石器工具，表明史前人类在建造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与工具加工体系，能够为大规模的劳作提供保障。此外，巨石的拼接技术也体现了史前人类的高超智慧。萨尔森石的横梁与直立巨石之间的榫卯结构精准度极高，无需任何粘合剂，却能承受数千年的风雨侵蚀。这种建筑技艺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先进的，也反映了史前人类对力学原理的初步认知与应用。巨石阵的天文对齐特征与天文地理功能，作为天文地理研究专业的核心关注焦点，巨石阵的天文对齐特征是其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之一，也是学界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大量的考古天文学研究表明，巨石阵的建筑布局并非随机排列，而是精准对应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轨迹，具备天文观测、历法制定、节气判断等多种功能，是史前人类天文地理认知水平的集中体现。巨石阵的天文对齐特征主要体现在太阳对齐、
月亮对齐两个方面，同时其布局与天体运行的关联，也反映了史前人类对宇宙规律的深刻理解与利用。太阳对齐是巨石阵最核心的天文特征，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天文关联。1720年，英国古文物学家威廉斯图克利首次发现巨石阵的主轴线与夏至日出、冬至日落的方位精准对齐。从巨石阵的中心向东北方向望去，夏至日的太阳会从外环的种石与内侧的巨石之间升起，光线能够直接照射到祭坛石上；而向西南方向望去，冬至日的太阳会从外环的巨石之间落下，光线同样能够照射到中心区域。这种对齐并非偶然，而是史前人类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精准计算出太阳运行轨迹后，刻意设计了建筑布局。通过现代天文观测与计算机模拟，研究人员发现，巨石阵的主轴线与夏至日出方位的夹角约为 51.5 度，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理纬度高度匹配。这一角度的精准控制，表明史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太阳赤尾角的变化规律，能够通过观测太阳的方位，判断节气的更替。除了夏至与冬至，巨石阵的布局还与春分、秋分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关。研究发现，春分与秋分日，太阳会从巨石阵的正东方向升起，正西方向落下，而巨石阵的部分蓝砂岩与萨尔森石的位置，恰好能够精准捕捉到这一现象。此外，巨石阵的外环巨石与横梁的排列，还能够用于观测太阳的周年式运动轨迹。通过记录太阳在不同季节的升起与落下方位，史前人类能够制定出精准的太阳历，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夏至日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是播种的最佳时机；冬至日标志着冬季的开始，是收获与储存粮食的关键时期；春分与秋分则标志着季节的更替，用于调整农业生产节奏。这种基于天文观测的历法制定，是史前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也是天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早期成果。月亮对齐是巨石阵天文功能的另一重要体现，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太阳对齐，反映了史前人类对月球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月球的运行轨迹具有周期性，其月相变化、升落方位都存在固定的规律，而巨石阵的四战石与部分蓝砂岩的布局，恰好与月球的运行轨迹精准对齐。四战石是位于巨石阵外环外侧的4块巨石，呈矩形分布，其对角线的延长线能够精准指向月球的最北月落与最南月升方位。月球的最北月落与最南月升每19年出现一次，称为末冬周期。这一周期是月球运行的重要规律，而巨石阵的四战石布局能够精准捕捉到这一周期现象，表明史前人类已经掌握了月球的运行周期，能够通过观测月球的方位进行更长周期的时间计算。此外，巨石阵的蓝砂岩内环布局还与月球的月相变化相关。研究发现，蓝砂岩的排列方式能够对应月球的不同月相，从新月到满月，再到残月，每一个月相都能通过蓝砂岩的位置进行观测与记录。这种月相观测功能不仅能够用于判断日期，除了太阳与月亮的对齐，巨石阵还可能具备观测其他天体的功能。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巨石阵的部分巨石位置能够对应明亮的恒星如天狼星、金牛座的运行轨迹，推测史前人类可能通过观测这些恒星的位置，进行更精准的天文计算与时间测量。此外，巨石阵的布局还与地球的自转轴相关，其主轴线的方向与地球自转轴的夹角，恰好能够反映出史前时期的黄赤交角。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巨石阵的天文地理功能，表明史前人类不仅能够观测天体的运行轨迹，还能够对地球的运动规律进行初步的认知与利用。巨石阵的文化内涵与史前社会背景，巨石阵的建造不仅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更是史前不列颠地区文化、宗教、社会结构的集中体现。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史前人类的信仰观念、社会形态与文化交流。结合考古遗存、巨石文化的分布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巨石阵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宗教祭祀、丧葬习俗、部落联盟、
与文化交流4个方面，这些内涵与当时的史前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巨石阵的文化价值。巨石阵的建造过程反映了史前不列颠地区部落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如前所述，巨石阵的建造持续了近1500年，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单靠一个部落无法完成，需要多个部落的协同配合。从巨石的来源来看，萨尔森石来自马尔伯勒丘陵，蓝砂岩来自威尔士，祭坛石来自苏格兰。这些不同地区的石材表明参与建造的部落来自不列颠岛的不同区域，形成了广泛的部落联盟。此外，考古发现的陶器碎片、石斧等器物来自苏格兰、康沃尔、威尔士等多个地区，进一步印证了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协同合作。这种部落联盟的形成不仅是为了完成巨石阵的建造，更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增多，部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与社会秩序。而巨石阵作为部落联盟的共同祭祀场所，成为维系部落团结、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文化交流是巨石阵文化内涵的另一重要体现，反映了史前不列颠地区与欧洲大陆的文化关联。巨石阵属于欧洲巨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洲巨石文化分布广泛，从西班牙、葡萄牙南部到不列颠岛、丹麦、比利时等地区，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传播走廊。巨石阵的建造技术、天文功能、祭祀习俗与欧洲大陆的巨石遗址如法国卡纳克巨石阵、爱尔兰、纽格兰奇石墓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表明史前不列颠地区与欧洲大陆之间存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例如，烧杯文化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从欧洲大陆传入不列颠岛，其独特的陶器与器物在巨石阵的遗存中大量出现，表明外来文化对巨石阵的建造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巨石阵的天文观测技术也可能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此外，巨石阵的巨石运输技术、建筑技艺也与欧洲大陆的巨石遗址存在相似性，进一步印证了文化交流的存在。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史前不列颠地区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欧洲史前文化的融合与进步。从史前社会背景来看，巨石阵的建造与发展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密切相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不列颠岛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人口增多，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为大规模工程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人力保障。同时，金属工具的出现如青铜匕首、铜斧，使得巨石的开采、加工、搬运更加便捷，推动了巨石阵的建造进程。此外，这一时期，史前人类的天文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巨石阵的天文对齐布局提供了技术支撑。社会结构方面，部落联盟的形成与发展使得大规模的协同劳作成为可能，而宗教信仰的统一则为巨石阵的建造提供了精神动力。可以说，巨石阵的建造是史前不列颠地区社会生产力、天文认知水平、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当时人类文明的结晶。巨石阵的研究争议与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自巨石阵被重新发现以来，学界对其的研究从未停止。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诸多谜团逐步被揭开，但关于巨石阵的建造目的、建造者、运输技术等核心问题依然存在诸多争议。这些争议的存在不仅推动了巨石阵研究的深入，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同时，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为巨石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使得研究更加精准、科学，逐步接近历史真相。关于巨石阵的建造者，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建造者的身份与族群。早期观点认为，巨石阵是德鲁伊教祭司建造的，但考古测年表明，德鲁伊教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
而巨石阵的建造始于公元前3000年，两者在时间上相差甚远，因此这一观点被否定。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巨石阵的建造者是史前不列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农耕部落与青铜时代的烧杯文化人群。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部落完成了巨石阵的早期建造第一、二阶段，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掌握了基本的石器加工与建筑技术，形成了初步的部落联盟。而烧杯文化人群则参与了巨石阵的核心建造与改造阶段第三、四阶段，他们从欧洲大陆传入不列颠岛，带来了金属工具与先进的建筑技术，推动了巨石阵的发展与完善。此外，有学者认为，巨石阵的建造可能涉及多个族群的协同合作，包括不列颠本地部落与欧洲大陆的移民。这一观点与巨石的来源地广泛、文化交流频繁的特征相契合，但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考古证据能够完全证实这一观点，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巨石的运输技术，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蓝砂岩与祭坛石的运输方式。如前所述，蓝砂岩的运输存在水路与陆路结合、纯陆路运输两种观点，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考古证据支撑，但都存在不足。支持水路运输观点的学者认为，水路运输能够节省大量人力，且埃文河的沿岸发现了运输痕迹，但无法解释蓝砂岩从普雷塞利山到太妃河的陆路运输过程。支持纯陆路运输观点的学者认为，陆路运输能够直接连接产地与建造现场，但无法解释远距离运输所消耗的人力与物力。关于祭坛石的运输方式，学界普遍认为采用海陆运输，但史前人类的航海能力是否能够完成如此远距离的运输，依然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当时的史前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航海能力，能够驾驶木筏或早期船只沿着海岸航行，而部分学者则认为，史前人类的航海技术有限，无法完成750公里的远距离海陆运输。祭坛石的运输可能采用了其他方式，目前这一争议仍未得到解决。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为解决这些争议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也推动了巨石阵研究的深入。激光雷达技术是近年来应用于巨石阵研究的重要技术，通过激光扫描，能够清晰地呈现巨石阵周边的地下遗迹。2010年开展的巨石阵隐藏地貌项目，利用激光雷达技术对巨石阵周边12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扫描，发现了大量的地下墓葬、定居点、活动空地等遗迹。这些遗迹与巨石阵形成了有机的关联，进一步印证了巨石阵作为史前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为研究建造者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证据。地球化学分析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巨石来源的争议，通过 X 射线荧光光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等技术，能够精准分析巨石的成分，确定其来源地。纳什等人通过这一技术确定了萨尔森石的主要来源地为西伍兹，克拉克团队则通过矿物分析确定了祭坛石的来源地为苏格兰奥卡廷盆地。太赫兹成像与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为发现巨石表面的隐藏信息提供了可能。巨石阵的部分巨石表面被第一覆盖，约 23% 的石面被第一遮挡，无法直接观察到表面的雕刻痕迹。研究人员利用太赫兹成像技术，能够穿透第一，呈现巨石表面的隐藏雕刻，结合机器学习与图像分析算法，成功识别出部分被第一覆盖的斧形雕刻。这些雕刻为研究巨石阵的文化内涵与建造者的信仰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碳14测年、树木年轮测年等技术的应用，精准确定了巨石阵各建造阶段的年代，为研究其建造历程与社会背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依据。DNA 检测技术的应用，通过分析巨石阵周边墓葬中的人类遗骸，能够确定建造者的族群与迁徙轨迹，为研究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除了上述技术，虚拟现实与计算机模拟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巨石阵的研究中。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人员能够还原巨石的运输与树立过程，验证不同运输技术的可行性。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能够还原巨石阵在史前时期的原貌，
让研究人员更直观地了解其建筑布局与功能。这些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考古研究的局限，实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使得巨石阵的研究更加精准、科学，也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争议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巨石阵的保护现状与研究展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巨石阵的保护工作始终受到全球关注。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巨石阵面临着诸多保护挑战。同时，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巨石阵的研究也呈现出诸多新的方向与展望。结合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的保护计划与相关学术研究，巨石阵的保护现状与研究展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巨石阵的保护现状。目前，巨石阵的保护工作由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负责，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计划与措施，重点关注巨石的风化防护、周边环境的保护与考古遗存的保护。巨石的风化是主要的保护难题，由于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受到雨水、风力、温度变化等因素的侵蚀，巨石表面出现了开裂、脱落等现象，部分雕刻痕迹受到损坏。为了保护巨石，英格兰遗产委员会采用了多种防护措施，包括定期清理巨石表面的地衣与污染物，避免地衣的生长对石面造成进一步侵蚀。在巨石的底部设置防护垫，减少地面潮气对巨石的侵蚀。对开裂的巨石进行加固处理，采用与巨石成分相似的材料进行修补，确保修补后的巨石与原有结构保持一致，不影响其历史风貌。周边环境的保护也是巨石阵保护工作的重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每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巨石阵参观，大量的游客活动对巨石阵的周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包括土壤压实、植被破坏、噪音污染等。为了保护周边环境，英格兰遗产委员会限制了游客的参观路线与参观人数，在巨石阵周边设置了防护围栏，禁止游客触摸巨石，修建了专门的游客中心，距离巨石阵约 1.5 公里。游客需要通过环保车辆前往巨石阵参观，减少对周边环境的破坏。同时，加强对周边植被的保护与恢复，种植与史前时期相似的植物，还原巨石阵的原始自然环境。此外，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还加强了对巨石阵周边考古遗存的保护，对发现的地下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与保护，避免因人类活动或自然环境变化造成遗存的损坏。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巨石阵依然面临着诸多保护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暴雨、强风等天气对巨石的侵蚀加剧。工业污染与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空气中的酸性物质增多，加速了巨石的风化。此外，地下水位的变化也可能对巨石的基础造成影响，导致巨石发生沉降或倾斜。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英格兰遗产委员会正在与多领域专家合作，开展巨石风化机制的研究，开发更先进的防护技术，同时加强与周边社区的合作，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形成全民参与的保护氛围。巨石阵的研究展望。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巨石阵的研究将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精细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天文地理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巨石阵天文对齐的精准性与史前人类天文认知水平的关系，通过更精准的天文模拟与考古发现，还原史前人类的天文观测方法与历法制定过程，同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巨石阵的选址与地理环境、天体运行规律的关联，深入探讨史前人类对天文地理规律的认知与利用。在地质与工程技术领域，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巨石的开采与运输技术，通过模拟实验与考古遗存分析，进一步验证不同运输方式的可行性，还原史前人类的工程技术水平。同时，深入研究巨石的风化机制，开发更有效的防护技术，为巨石阵的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在文化与社会领域，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巨石阵的建造者身份与族群，通过 DNA 检测、器物分析等技术，
确定建造者的迁徙轨迹与文化背景，同时深入研究巨石阵与欧洲大陆巨石文化的关联，探讨史前文化交流的路线与方式，还原史前不列颠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发展。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将注重多学科交叉合作，整合考古学、天文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对巨石阵的全面、系统的认知。同时，加强国际化合作，与全球各地的巨石遗址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交流研究经验与成果，推动全球巨石文化的研究与保护。需要强调的是，巨石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巨石阵，我们能够了解史前人类的智慧与能力，认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同时也能够为现代天文地理学、工程技术、文化保护等领域提供宝贵的借鉴。巨石阵作为欧洲史前巨石文化的核心遗存，是史前人类智慧与能力的结晶。其地理选址、建造历程、巨石来源、天文对其特征与文化内涵，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从天文地理研究视角来看，巨石阵的选址充分体现了史前人类对自然地理与宇宙规律的深刻认知。其精准的天文对其特征，表明史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具备了天文观测、历法制定的能力，是早期天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实践成果。从考古学视角来看，巨石阵的建造历程持续近1500年，分为5个主要阶段，反映了史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建筑技艺、文化观念的逐步发展。其巨石的来源与运输技术，体现了史前人类的工程智慧与组织能力。从文化视角来看，巨石阵是史前人类宗教祭祀、丧葬习俗、部落联盟与文化交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史前不列颠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发展水平。尽管经过数百年的研究，巨石阵的诸多谜团依然未被完全揭开，关于其建造目的、建造者、运输技术的争议依然存在，但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争议将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对巨石阵的认知也将不断深化。巨石阵的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通过科学的保护措施与全民的参与，这一史前文明奇迹将得以长久保存，为后世的研究与传承提供宝贵的物质载体。作为天文地理研究专业的重要研究对象，巨石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史前人类天文地理认知水平的宝贵案例，也为现代天文地理学、考古学、文化保护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历程。